国人口多、密度大，而且国土广阔，这些特点使得内陆非常适合发展高速铁路。据最新数据统计，2018年年底，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已达2.9万公里，铁路总里程超过12万公里，占全世界高铁总里程的1半以上。不过，也有一个问题常常困扰着中国工程师，那就是轨道养护。高铁被誉为大国重器，轨道同样也是重中之重。然而，它也有脆弱的一面。当冬天来临时，钢轨受气温影响会进行伸缩，而气温高时它又会膨胀，一冷一热容易产生变形影响。此外，随着列车速度的增加以及万吨大列运行，加大了对钢轨的碾压冲击。此时的轨道不仅几何形状会发生改变，轨面还会出现波浪状磨损以及两边增大等缺陷。为了修复这些缺陷，常常会用到一个黑科技——仿形洗刀。仿形洗刀会对钢轨的轮廓洗削整形，以及消除各种隐患。以日本新干线的钢轨为例，经过洗削后的轨道寿命会增加30%左右，而且轨道更换率也会大大降低。中国高铁线路比较长，所以工程师专门自主创新研发了世界首套双动力电驱洗磨维护机器人铁磨车，也被称为钢轨的救护车。铁磨车能够代替人工对钢轨形面进行完整修复，并对钢轨轮廓做整形工作。然而，铁磨车最核心的部件洗刀却需要长期从国外进口。我国轨道维护技术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没有洗刀，铁磨车就完全发挥不了作用。好比给病人做手术，我们有手术台，却缺少最关键的手术刀。目前只有德国和奥地利拥有制造仿形洗刀刀盘和刀片的先进技术，他们生产的洗刀大部分用于欧洲铁路的维护工作，就连日本也需要从欧洲进口洗刀。中国曾在2011年花重金引进了多台钢轨铁磨车和洗刀，如今创新研发了铁磨车，但洗刀却一直生产不了。据了解，目前中国国内的城市轨道交通主要采用2种方式对钢轨进行保养。第一种是引进国外铁磨技术和设备，然而进口价格却高得出奇，这给铁路交通运营增加了很多成本。中国高铁目前本身就是亏本运营。第二种则是最原始的沙袋打磨，想象一下10多万公里的铁路，人工用沙袋打磨是什么概念？而且这些铁路钢材硬度高，不仅耗时耗力，而且精度也没铁磨车高，有时候需要反复打磨10几遍才能修复0.2毫米的钢轨损耗，而铁磨车一次就能修复3毫米左右的损耗。洗刀是由一种超硬合金材料组成，它能像削面一样削钢铁。关于洗刀的金属成分，科研人员如今已经掌握，但就是不知道欧洲是怎么配比以及合成的。如同我们知道这种中药可以治疑难杂症，但药材配比却是别人的祖传秘方，欧洲也不可能透露给你。这让我们想起之前讲过的圆珠笔比肩钢，比肩钢的配比就是绝密。太钢集团用了整整5年打破封锁，最终实现了圆珠笔国产化。而铁磨车的洗刀显然比比肩钢要重要得多。为了防止欧洲出现禁售以及漫天要价，这2年国内有关科研机构已经开始了研发，结合目前已掌握的技术，从实际需要出发，加紧研制出先进的铁削技术。关于洗刀的最新消息是在2018年，据有关媒体去年5月份报道，目前成都工具研究所已经探索出了可行性方案，并进行了理论性计算，估计未来中国研发的洗刀性能可以提高30%，成本也会降低1半。同时，业内人士指出，奥地利所拥有的顶端铁削技术已经有近100年历史，无论在原材料还是生产工艺上，都积累了充足经验。而国内目前还处于学徒阶段，目前中国唯一能做的就是结合当前需求，不断试错，反复总结，才能争取在相关技术上有所突破，研发出具有自主产权的洗刀。除了洗刀外，最近另一篇新闻报道也在网络上刷屏。中国每年都需要进口大量的高端螺栓，我国可以制造飞机大炮，却连最简单的螺栓也制造不了，这是什么原因？欢迎大家订阅厉害了我的国频道，我们将会在下期为大家详细讲解螺栓的制造秘密。同时，我们会在近期发布一系列中国亟待攻克的尖端技术，敬请关注，我们下期再见。